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赵丽颖从默默无闻到当代成就，可以说为0.33妈妈辛苦了。没有任何花，她远在开始之内的一朵花。赵丽颖从默默无闻到成名时的天天被黑，再到今天的成就，你可以想一想。但她现在变得不再排斥，而是成为了一个坚定的三娘，与她的作品一起一步一步的说话。今天，她的荣誉和成就跨越了许多台阶。她的成就确实是一部鼓舞人心的历史。高颜值又讨人喜欢的颖宝，你可以坐下来看看云卷云舒，不知道她是不是千里求学，我不知道您是否仍然认为我可以成为山顶，我会看到所有的山和小山。赵丽颖，娱乐圈内的励志明星之一，毕业于中专空姐。凭借对表演的独特爱好，她在2006年雅虎搜星大赛中获得冯小刚机构冠军，并在一部营销和营销贵族电影中出演女主角的合同。回首往事，上学一直是她的短板。在她成名之前，她已经经营了7年的龙的功能。早些年，赵丽颖在功能内的功能变得格外接地气，扮演着凡人的女仆功能。用我个人的话来说，喝水会引诱正确和错误。经过多年艰苦的绘画和管理，她出身于专家级的华丽中，并稳步提升了自己的个人表演天赋。在全新的《还珠格格》中，她演绎了亲格格的端庄甜美、深邃的义气。横店的女版员工更是通过正的方式得到了额外的支持。作为陆贞传奇0.33时代的女主，楚乔的传记中有着无数巨大的运动因素。赵丽颖毫不迟疑地拒绝做替身，通过自己的方式在马背上表演。央视无奈，只能奖励她。花千骨热播，该剧在线观看量突破230亿，成为1线女演员。美国合同时报还称，中国影视 IP 因为花干骨而获得认可。褪去大牌光环的赵丽颖，和很多女孩子一样，是个不能正常的正常女人。她有一种呆若木鸡的愚蠢，但一个正常的女人也可以是一片星海。02，袁冰妍的新剧可能会播出，但袁冰妍的组合并不总是适合做广告和营销，压力在剧中生日庆祝。袁冰妍被公司逃税事件深深折磨，她专门做了3个方面的专业。首先是原版的狐妖小红娘，通过不同女演员的方式进行了悲惨的修改和改变。第二件事是框架上最简单的背书已经终止，0.33唯独即将播出的拍摄剧未能如期上映，这肯定成了一个错误，成为永恒的仇恨。就连委托人袁冰妍现在也已经不指望能进入这种领域了。0.33的东西更加致命。对于已经拍摄艰难的剧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面料来源和价格区间，现在无法播放的不足肯定是相当大的。因此，剧集事件正在积极预防，现在不用再这样埋没了。袁冰妍的新剧可以诚意播出，但袁冰妍并不总是适合做广告营销。随着时间的推移，场合的眼光越来越少，而剧方正借此机会悄悄尝试上线。可以理解，因为上线时间长，损失可能会小很多，现在不会再丢失了。因此，袁冰妍的新剧可能会在适当的可能性上普遍播出，落花又拟落成与清欢。第一，袁冰妍现在已经没有被堵住了，这是最重要的放松可能，还有很大的商量空间。第二，袁冰妍现在从头到尾都没有通过有名望的方式得到通知，社会影响微乎其微。不过，袁冰妍也可以被限制，与普通演员不同。直接的综合表现就是袁冰妍不能做无良的广告营销，也就是说，她并不总是适合完全基于情节的实时广告和营销。因为一旦太高调，就会产生可怕的不良影响，让户外世界认为那些与税收问题有关的人仍然可以普遍喜欢这样的市场。是不是太没有原则了？好像什么都不是。作为演员，
你参演的剧集无法营销，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个人性格的魅力同样无法透露，更不可能大面积卖掉该角色的第2名。这样一来，获得特殊学位的影响就会大大降低。演员都希望通过剧集出名，广告营销在这方面很关键，而袁冰妍并不总是适合广告营销，明显处于劣势。袁冰妍不会做广告营销，压力在剧集方面。既然袁冰妍并不总是适合做大的广告营销，其实她还是有心的，就是希望这部剧的生日庆生能趁着剧情多卖点。节目派对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曝光和推广对象，本身的流量也相当庞大。据了解，袁冰妍这群人已经悄悄接触到了带交流节目的制作方，试图让制作方进一步推高袁冰妍，以获取一些流量。比安静要好，说不定会有很好的结果。尽管如此，这个思考过程基本上是加入了将袁冰妍推到节目方面的差事，这让节目方格外的无能为力。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真的不会玩给袁冰妍大量曝光和宣传的可能性。当节目被列入黑名单有后遗症时，后果会更加严重。至少我没有获得流量，但我同样把整个节目都带进去了。再说了，以袁冰妍一直以来的声望和恶名，袁冰妍在节目的宣传过程中的程度必然会适中，因此很难按照袁冰妍集团的意愿加强袁冰妍的广告宣传。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危险，对推广机构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怕承担责任。总而言之，节目方面的压力同样非常完美。袁冰妍作为冠军本该认真地展示一下，但剧组方面其实还需要强调一下其他的影响因素，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帮。说实话，袁冰妍的新剧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很好的传播的。关于广告，我们放弃它怎么样？尽量不要做大的炫耀，以免给剧组和袁冰妍本人丢脸。03，迪丽热巴帮凶男艺人龚俊出演《阿乐传奇》。迪丽热巴作为知名媒体顶级艺人，此次将与龚俊共同出演《阿乐传奇》。他看起来像是一个迷人可爱的帮凶，然而龚俊呢？为什么我没有听到很多关于他的消息？名不见经传的男艺人有没有在幕后和热巴出演电视剧？这个突出明显不是一个档次。最近服装戏剧化已经成名，每个人似乎对服装秀都有着迷的力量，而且他们从不厌倦观看他们，这给了精明的资本一种送艺人的方法。众所周知且不受欢迎的人正在无休止地争取合作工作。只要你能出现在一个穿搭秀上，当它被传播出去的时候，它就会是一个主观的流行度扩大。比如虞书欣和王鹤棣在过去的《苍兰诀》就是老生常谈的典范。王鹤棣饰演的邪气尊已经为网友所熟知和珍视，在戏外得到的无底牛仔裤程度高，得到的下半部分乱七八糟。这次龚俊和迪丽热巴一起出演了《阿乐传奇》。迪丽热巴现在的流行度本身就极高，节目的推进和热身实力毋庸置疑。这一次，龚俊是在一条不错的船上，还真的看龚俊的演技怎么样，都说出来，知名度不够，要不我们演技有点实力。除了显赫，龚俊的迷人五官无疑为华丽派对带来了优势。只有几张剧照很华丽，老合奏在他看来完全合理，眼神坚定而温柔。这一次，我将和迪丽热巴在剧中扮演 CP。从剧照来看，剧迷同样可以预料到，剧照很好看，不过校对没文化，只能用妈的好有魅力这几个字来表达我的心声。这次龚俊压了汉烨这个统治者，狄子媛饰演的公主 Bailarabet 是一对互相欣赏、支持和帮助的情侣。《阿乐传奇》改编自邢灵原著《统治者之书》，上海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资，程子瑜、李红宇、妈妈华倩、苏菲协办，迪丽热巴、龚俊等领衔演艺人员。刘宇宁、夏楠、裴子天、龙水婷、尚新月、秦晓萱、白冰珂、张艺凯等主演的合奏有点野蛮的虐恋表演。
阿乐传奇去年11月完结，播出时间尚未确定。七夕庆典前，球队送来的龚俊和迪丽热巴的横幅已然声名狼藉。大家又在问具体的传播时间，年终放假已经过去了，公众日的反对者非常愤怒。现在是9月，现在我们最近过年的时候会检查一下是否有交流的倾向。